血。你以为有幽冥附你，你便能修我功法？别做梦了，唯有臣服才可得永生。蝼蚁焰回，听吾之令。妖怪，快走！快走！逃出护心林。天佑，快走！走！妖怪，逃护心林，逃护心林。护心林，护心林。斩了黑花！斩了黑花！斩掉黑花！他若斩花，你必死无疑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妖怪，天佑，你方才做的不错，就应该这么干脆利落。黑花一斩，我命不久矣。但我觉得死亡并不可怕，比起之前等死的日子，我一点都不难过。天耀，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难受？燕回，你会好好活下去。天耀，你怎么回事？燕回，你别怕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会好好活下去。自从你我相遇以来，你
你曾多次施恩于我，若能以此命换你余生，也算得偿所愿。换明朝，就可惜了。有我说，有人愿意用他的命来保我的命，是说用你的命。你逆着方向，我看不清。发染尽离丝，闲情两极。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清风散离，落雁会消声。叶慧，我现在将石海救星给你，他会替我护你性命。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，黄昏醉了相思，风拂过一声叹息，此生一瞬叶慧，只为希望取完身体后，你的人生都能平安顺遂。那时候，你知道我根本就不会死，你是拿你自己的命去和素影拼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怕你不愿意接受。绵绵人四月，终难成全。青山绿水之间，华年春老，深情不变。聚散从容间，细数相识，烟雨无尽。绘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叶慧，死亡真的不可怕，死亡真的不可怕，我不难受。怎么可能不难受？不要！以后你就可以过你想过的生活了，吃你想吃的包子，去你想去的地方。为什么长得这么快？为什么长得这么干脆利落？天呀！方才一战，才可还。此刻相拥，不别不见。你就别怪我了，你就别怪我。我不怪你，我不怪你，你不要走。我还想跟你一起去吃好吃的包子，我还想跟你。水尽人间，春风还依旧。我走了，天呀，你不带着你要的走！回忆，盛满了来路。回首几度过往，寻找你曾经模样。执手相看经年，人间繁华依旧，此间有时。不能斩黑花，不能斩黑花！叶慧，我在等你。天佑，花没了，天佑。
耀辉，以为一条偷偷汹涌，情不自禁温柔。天耀，我是真的喜欢你的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我是喜欢你的。洒满星空，信念的梦，让夜晚。你到护心林之前，我就喜欢你了。你到护心林之后，虽然我怕你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。你带我从青丘王宫里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已经彻彻底底没有后路的喜欢上你了。可是我再也无法亲口跟你说这些，怎么办啊？这只是在梦里，你再也听不到我说这些话了，是不是？等我醒了就不讲了？我不要醒。这不是梦。都在梦里了，你还骗我？真的没事。喝完了没？喝完的话，赶紧上药了。你怎么也在我梦里啊？你不认得我了？这才几天没见面，真的是。你干嘛？不凉吗？这真的不是梦？真的不是。耀辉，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抱歉，是我让你担心了。他还活着，但是如果你再不上药的话，你的头发可能就活不了了。头发？我的头发哪儿去了？可能是我的龙焰在斩断黑气之时烧到你头发了。还会消失吗？不会，肯定会。你这药有用吗？陈玉亲手熬的，先试试看吧。多涂点。那可不得多涂点嘛，毕竟我们3个人之中，应该没有人有秃头的经验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这话说的，要不是我力挽狂澜，你这护心灵都归不了位。护心灵又回到我体内了。你这头上黑花都斩了，可不就能还灵了吗？闹得你死我活的。你看，
天耀，身体可还好？嗯。这是哪儿啊？黑河原。荧惑竹林之后，陈毅修行之处。陈毅，贤哥找到大国主啦？是大国主救了我们吗？嗯。他打散了荧惑身上的黑气，让他重新变成了一只竹蝶。不是说无论仙妖在此处都无法使用力量吗？他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不愧是大国主。他已经开始翻译幽冥赋了。真的？那我有救了。他在哪儿？我要去找他。哎，等等，贤哥会带你去的。先把药喝了。好苦啊。杨慧，你可有再对我动过心？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是因为你昨晚我昨晚说了那些话。哪些话？你敢碰他你试试？你敢亲他我撕烂你的嘴？你敢碰他我剁你的手？你敢看他我挖你的七彩琉璃眼？我是怕他打你。你说如此，我便信是如此。麻烦你克制一点，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，我是不会再喜欢你的。我诚心诚意的建议你，恪守道心，成为一条遨游天地的玲珑，不要沉迷于世间感情。沉迷感情是没有前途的啊！这些都是我之前说过的话，我得牢记背诵，每天1遍。让夜晚也有彩虹，写满了篇章。你是燕辉，浪漫是起点，融化我全部。我有时候总想，20年前，我若遇见的是你，会怎样？20年前我还在娘胎里没有滚出来呢。你笑什么呀？能遇见你，便已是极好。我还在奢求时机，是我太贪心了。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国主这么快就将幽冥赋译完了，之前的毛笔经可是译了半天也没弄出来个全本，他果然是在拖延时间。幽冥赋呢是国主夫人写的，所以其中的所思所想，国主再清楚不过了。那国主大人好相处吗？有没有什么礼数要守？他要是像毛笔经一样守规矩的话，我要是不小心冲撞了他，那我岂不是又得不到幽冥赋了？我定会帮你拿到的。国主随和得很，放心吧。哦，前面就到了。此处似乎见过。那是银月崖，是国主与国主夫人的定情之处。你们或许是在国主夫人的屏风上见过。原来如此，此处果真如玄领夫人屏风上所描绘那般空灵，好干净的气息啊！是陈毅的气息。
走吧。国主，长兰，国主和长兰是双生子，所以容貌自然是一样。玲珑天药，没想到你能够冲破封印，重回世间。不过天意成全。大国主有礼啦。燕姑娘，大国主知道我，你的事，贤哥都有告诉过我。若雪岭他知道是你拿了幽冥符，他一定会很高兴。雪岭夫人所设关卡，道道高深机密，我只是机缘巧合才取得了幽冥符。燕姑娘谦虚了。幽冥符我已经译完。谢谢。幽冥赋可需二人一同修炼，并没有这样的规矩。难道严先生他为难你们了吗？唉，何止是为难，简直就是下了死手。严先生虽然为人古板，却是十分正直，我跟雪岭都很信任他。我还有疑问：幽冥赋是否能够消解黑气，或助被黑气所困之人摆脱控制？能，也不能。黑气是独立于玄妖之外的一种力量，想要控制它的话，就只能成为更强的它。其实幽冥赋是符音的心法，符音，或者是你们口中所说的黑气之主。我见过他。幽冥赋所修炼的气，并非是天地的灵气，也都不在妖族跟玄门的术法体制之中。黑气混沌，自成一体。雪岭他花了一生的时间去研究，也都没有想到破解它的方法。除非修炼气功法，让自己成为另外一个黑气之主，那就有可能摆脱符音的控制。这是以毒攻毒，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此前，在萤火竹林，你对萤火……那个时候，我打散了他身体里面的黑气，也同时打散了他所有的武功修为。引火为妖，化回原形，从此不能再修炼。但给我打散出来的黑气，它永远都不会消失，而是重新再回到黑气之主的体内。可是不对啊，他的赤焰龙牙可以斩黑气。你可以。你有如此修为的话，为什么还要练幽冥赋？我的赤焰龙牙的确能够斩灭黑气，但却无法解救被符音黑气所困之人。那现在倒也不迟。我想邀请两位在这里耽误一些时日，或许我们可以研究出对黑气相生相克之道。我倒是无所谓，反正修炼幽冥赋也需要时间。如此，便叨扰了。尊者，这次倒挺准时。尊者，您曾经答应过我，若是我替您拿到了幽冥符，您便会将我的真身还给我。但如今，我想换一个愿望。你要换什么？我希望您可以将燕回的自由还给他。白小生，看来我之前是对你太过纵容，以至于让你有了妄念，自以为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
宴回，还有你的真身，一个都得不到。恨我？我喜欢你这种感觉，越多越好。但可惜，我没时间搭理你。雪里，阿钱，这里有没有半句是写给我的？会有吧？会有的，会有的。贤哥，贤哥，千硕，千硕是你吗？是你吗，千硕？哎呀，没想到我复刻的化为当真能成功啊！此前我也给你发了2次，但都没有收到你的回应，我还以为我失败了呢。前些日子一直在路上，或许是我疏忽了。真好，千里之外还能听到你的声音。我也是。啊，你不用担心我，如今我们已经找到了大国主，等宴回练好了功法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启程回青丘王宫了。不愧是我的贤哥，哎，若我是宴回就好了，定能将那功法快快练会，这样便能让我的心上人早日回来了。油嘴滑舌。一队邪修正在靠近，一队邪修正在靠近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千硕？是不是长兰发现你的位置了？没事吧？无妨，他们还找不到我，我可将这对邪修引开，闹出动静，吸引那长兰的注意，为你们争取时间。你自己千万小心啊！好，你也是啊。我知道。那我去了。国主，国主，你怎么在此？我日日皆在此处。为何？这里就是我跟亡妻相别的地方。之后每天的清晨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他。不知此处是雪岭夫人安睡之处，我应当在她墓前一拜。他并未留下尸身。当年他书写幽冥符，自己要去修炼。当他练到幽冥符第8层的时候，他深知自己
很快就会油尽灯枯。他不想自己被黑气吞噬，所以他就用双化术，打算把自己识海封印起来。就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天，他穿起了嫁衣，在这里为我跳了最后一支舞。